第一段，午夜的闪灯。午夜12:03，我推开便利商店的员工后门，像往常一样开始今晚的夜班。这里的灯总是有股说不出的冷意，不像一般的白光，而是带着一层淡淡的灰。每次踏进这个空间，我都会觉得像走入某种被时间遗忘的角落，所有声响都显得格外刺耳，包括我自己鞋底踩在瓷砖上的摩擦声。店里空无一人，只有货架排成长长的影子，被天花板那盏不稳定的灯管拉得歪斜又模糊，灯泡似乎每隔几秒就会抽搐一下，像是想提醒我这里不太欢迎活着的人。我走向柜台，刷指纹登入系统，荧幕的蓝光反射在我的脸上，把我像罩在一口冰冷的湖面。冷气机在我头上持续运转，发出低沉而规律的嗡鸣声，却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凉意。那种感觉更像是有人伏在天花板上，正用力吸住气，只为保持这片沉默。我熟悉这种空气，夜班的便利商店从来都不是静止的，只是人们听不见它在呼吸。我把键盘上的灰尘刷掉，抬头望向落地玻璃，街道空荡的像被掏空了一样，没有车，没有路人，也没有平常偶尔会停下的流浪狗，只有路灯投射下来的橘光在地上摇晃，好像谁在那里慢慢走过，但我始终没看到影子。我突然觉得背脊发凉，那不是被冷气吹到的感觉，而像是有人站在我的肩后，静静地看着我，准备开始这一晚的值班。每次夜深人静时，我都会有这种错觉，只是今晚它似乎特别接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，这只是疲劳引起的幻觉，夜班久了，谁的精神不会被磨薄呢？但心里却有个声音在提醒我，今晚有点不太对劲。就在我伸手整理收银机旁的发票盒时，那盏闪烁的灯突然亮得刺眼，又瞬间暗下，光线像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狠狠抓住扭曲，最后才勉强恢复亮度。我站在柜台后，盯着头顶的灯，它没有坏，但它好像在警告我，今晚不会像以往那么安静。第二段，面无表情的人。那天晚上时间大概接近1:20，整间便利商店静得不像话，只有冷冻柜里的压缩机偶尔抖动一下，好像在提醒我它还没坏掉。就在我以为这个夜班又会平淡地熬到天亮时，店门的感应器突然响了一声，短促冰冷，像是谁在黑暗中敲了下玻璃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人影走了进来，那是一个穿着黑色长大衣的男人，身形瘦长，动作却异常缓慢，像是每一步都刻意被拉长。他没有像一般客人那样四处张望，而是直直地走向冷冻柜，在那停下。整个过程里他没有看我一眼。店里的灯光在那一瞬间忽明忽暗，仿佛他的到来让什么地方坏掉了。我盯着他看，一股莫名的不安开始从脊椎往上爬。他站在冷冻柜前一动不动，背影僵直，双手垂在两侧，像是被盯住似的。我以为他在挑选什么，但5分钟、10分钟，他完全没有任何动作。更奇怪的是，他的头始终没有微微晃动。没有任何人会站得那么僵硬，除非他根本不是在看里面的东西。我想开口问他是否需要协助，但喉咙像被什么压住，那股压抑的沉默比半夜的冷气还冰。直到冷冻柜的灯突然闪了一下，我才确定了一件事，他的脸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慢慢转向我，动作轻到几乎察觉不到，但确实是在转。而当他转到能让我看到半张侧脸的角度时，我整个人僵住。那张脸没有表情，不只是没有表情还不够准确，那是一张没有任何生命感的脸，眼睛空洞，嘴角没有弧度，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出来，仿佛那张脸只是被贴上去的一副面具。他没有眨眼。我明明站在距离不到10公尺的位置，却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活人。在那个瞬间，我清楚意识到一件事，那个人是不该出现在这间店里的。第三段，神秘的交易。那天的深夜，空气比往常更冷了一些。我站在收银机前，手边那盏白的刺眼的荧光灯不停闪烁，照得整间店里像是一具被切开的尸体，冷冷的，毫无生气。我正想着要不要换颗灯泡，突然收银机发出一声不寻常的短促响声，不是客人结账时的那种提示音，而是像金属在喉咙深处摩擦般的声响。下一秒，收银机自己吐出一张收据。我愣住了，因为我根本没有按任何按键，也没有任何人站在柜台前。那张收据慢慢卷出来，
像是被什么人从另一个角落推送过来似的，只在冷风里微微颤抖。我伸手去拿时，心里却莫名升起一种抗拒，好像直觉告诉我最好不要碰它，但我还是拿起来了。收据上印着一笔交易，商品栏位空白，金额是0元。最让我僵住的不是这些，而是最下方那行字，字迹深黑，旁浮甚近，指纤维里像是一种刻意留下的痕迹。你的时间不多了，4个字简单，却像用冰冷的指尖按在我的喉头。当时我记得血液像是突然停止运作，耳朵里只剩自己的心跳声，一下比一下清楚。我看着那张收据，心里很清楚，这绝对不是什么恶作剧。那字迹沉稳，笔画不自然的锐利，好像根本不是机器印出来的，而是被什么存在狠狠地刻上去的。我站在寂静的便利商店里，手指微微发抖，收据边缘在空气里颤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那张纸上印的不只是警告，而是一种倒数，只是不知道倒数到的是什么。第4段，深夜的警告。深夜的便利商店总是特别安静，安静到连电灯管微弱的电流声都显得明显。阿杰站在收银机前，盯着那个冰冷的蓝色荧幕，荧幕亮度不高，却足以在他脸上投下一层阴郁的光，使他的眼神看起来比平时更加疲惫。就在他以为今晚不会再发生任何怪异事件时，那熟悉的卡达声忽然响起，是收银机自动启动的声音。那是一种不该在这个时刻，不该在没有顾客的情况下出现的声音。阿杰的心不由自主地紧了一下，他抬起头，只看到荧幕闪了一下，接着收据口又慢慢地吐出一条白色的纸。阿杰的手指微微颤抖，他告诉自己不要去看，不要再卷入这种莫名其妙的恶作剧，但他的视线仍忍不住被那张纸吸过去，就像被一股无法抗拒的暗流牵引。收据落在柜台上，轻得像一片灰，他伸手将它翻开，纸上的字并不多，却足以让他的喉咙瞬间收紧。离你最近的人也会离开。字体像是被人刻意压住笔写出的，不规则的笔画旁浮仍有余温，像刚被写上去似的。阿杰盯着那句话，觉得胸口慢慢沉了下去，一种讲不清的阴冷感顺住脊背往上爬。他不知道这句话是在警告他什么，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，但他能确定的是，那不是恶作剧的语气，也不是随便乱输入的字，那更像是一句预告。店内的灯在这时候刚好闪了2下，像是在提醒他注意什么。阿杰吸了一口气，却觉得胸腔里有种看不见的重量，让呼吸变得艰难。他把收据放回柜台，手指却无法离开那薄薄的纸张，好像那句话正透过纸纤维渗进他的皮肤。整家店依旧安静，但阿杰知道某些东西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那句警告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第2次。